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连续6天霸榜全网热度总榜第一，侯明昊、卢玉晓这部剧又是2025黑马。国庆假期刚过，国剧市场成了古装剧的天下。桃场古装剧《一笑随歌》，鹅厂最新开播的古装大剧《艳遇永安》，还有酷家这部古装仙侠大剧《入青云》。要说这部《如青云》应该算是近段时间又一部大爆款了。联合导演之竹正是古装剧黑马《古相思曲》导演，编剧季桑柔正是古装爆款《卿卿日常》编剧之一。演员方面则有侯明昊、卢玉晓、于承恩、全一伦、余波等多位实力派坐镇，阵容不错。那么收视如何？开播6天。这部剧连续6天霸榜全网热度总榜第一，爆款香十足。那么这部剧究竟讲的啥？又为何开播就成近期又一部爆款？一口气追完6集，我们就来看看这部剧。开局3场大戏就牢牢抓住了我的眼球。作为一部爆款古装仙侠大剧，《入青云》一开局就用3场大戏让我入戏。战神陨落，醉囚逆袭，何须6境，青云大会。瑶光山女扮男装的太子明宪，13岁就参加青云大会，此前已连续7年赢得比赛。此次明宪在打败一众选手后，正准备拿下福泽，延续自己连胜8场的传奇，却发现场上还有一人，正是集星渊的战客季伯宰。明宪根本没将对方放在眼里，电光火石间，明宪已出招，但季伯宰却并不还手。明宪惊诧之际，转瞬间，两人突然消失在赛场。原来两人进入了季伯宰制造的灵犀井幻境。进入幻境后，明宪发现自己的功力大减，连战甲都维持不住，但明宪却丝毫不惧，以为到了幻境我就赢不了你吗？明宪化血为剑，两人身形交错，兵刃相交，宝剑双双折断，竟然不分伯仲。明宪自信道：“我只会一件事，就是赢。”季伯宰冷言道：“谁都可以输，为什么不能是你？”季伯宰转身一跃而起，身后召唤出满天的冰锥，即刻攻向明义。明宪调动真气，红色火光冲向冰锥。两股力量对撞在一起，火光四射。接下来就看到明宪重伤吐血，摔到地上。季伯宰获胜，明宪惨遭淘汰。瑶光山无缘今年的福泽，沦为下境。接下来，明宪不仅要面对失败的打击，也将感受到世态炎凉。走出赛场的明宪，遭到了百姓的无情指责，甚至谩骂。无人顾及他重伤，性命危在旦夕。他们只知道明宪没有为他们赢得福泽，他们已经忘记明宪曾连续7年帮他们赢得福泽。回到家，明宪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受伤，灵脉也断了，而母亲也赶来告诉他赶紧离开。原来太子明宪真名叫明义，实为女儿身。母后当年为了争宠，将他女扮男装成太子，让他参加青云大会。明义每年都能夺魁，这也使得母后在宫中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。现在明义受伤，青云大赛失败，会引来其他皇子趁机争夺太子之位。明义现在根本不是他们对手，有可能会性命不保。母后决意让明宪恢复女儿身，离开瑶光山，好好活下去。明义无奈，只能离开。看到这里，只能说明义太惨了。青云大会失利重伤，灵力尽失，被百姓抛弃，现在又不得不背井离乡，此生还不知能不能回来。明宪从师傅那里得知，自己灵脉消失，是因为中了一种叫离恨天的毒，给自己的下毒的人，应该就是重伤自己的季伯宰。于是明义决定恢复女儿身，潜伏到季伯宰身边。
或许有可能从纪伯载身上找到解药黄粱梦。2. 以身入局，男女主成戏精夫妇。纪伯载赢得青云大会后，便终日沉迷于风月场所花月夜，典型的浪荡公子形象。于是，明义化身花夜月的小仙子，准备接近纪伯载，但来了2个月，却一直无法接近纪伯载。这一日，公主为纪伯载赢得青云大会百庆宫宴，席间韩风君要送2名仙子作为纪伯载的婢女。纪伯载当然知道2名仙子名为服侍，实为监控自己，自然不愿接受，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拒绝。明义一看机会来了，瞬间化身仰慕纪伯载的小粉丝，死缠烂打都要跟着纪伯载。此刻的明义完全是一个无脑傻白甜的形象，加上外貌跟性别全都换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娇弱美貌小仙子就是当初替瑶光山连胜7年的战神。纪伯载自然也看不出来，但他看出明义想为自己解围，于是将计就计，声称自己有了中意的仙子，顺势拒绝了韩风君的2名仙婢。于是，心怀鬼胎的2人开始了虚情假意的表演。纪伯载用明义做挡箭牌，掩人耳目；明义则伺机接近纪伯载，意在黄粱梦。外人面前，2人恩爱无比，你侬我侬，实则相互猜疑，相互提防，相互利用。2人也开始了极限拉扯。接触后，明义发现纪伯载身上有很多秘密。纪伯载身为最囚，一直没有灵脉，突然之间却灵脉大涨，于是很多人怀疑纪伯载藏有黄粱梦。韩风君更是多番试探，想要知道答案。另外，纪伯载的师傅傅雨兰神秘失踪，生死未卜，纪伯载一直在暗中调查。这一日宴会上，司判后照办开玩笑问道：“纪伯载是不是中了黄粱梦？”说者无心，听者却有意。没有人知道黄粱梦是种的，后赵却知道，一定和薄雨兰的失踪有关。随后，纪伯载就将后赵抓起来，关进地牢。后赵有家传的枯枝病，他的女儿若水也是一样，只有剑野草才能救他。纪伯载找到剑野草，以此为交换，后赵为了女儿，答应交出自己的记忆。纪伯载从后赵的记忆中得知，原来师傅雨兰被后赵所抓。后赵为了得到黄粱梦，严刑逼供，雨兰最终惨死。得知真相的纪伯载痛不欲生，师傅待他恩重如山，此仇必定要报。纪伯载要的却不是简单杀了后赵，而是要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，让他身败名裂。更重要的是，要调查出背后指使者。3. 男主做局，女主沦为棋子。很快，1年1度的斗者遴选大会来临，而这次纪伯载却破天荒，执意要带明义前往，却不知这背后另有玄机。天机公主和长期昏迷的吉星神君现身大会，按照和纪伯载的约定，后赵来到会场，在神君面前自首。后赵承认自己多年来一直利用陈渊的罪囚，私自炼药，炼出了离恨天，却未炼出黄粱梦。但他却一人承担了所有罪责，并未供出幕后之人。神君命令将后赵押入大牢，调查后再做宣判。私自炼妖虽然有罪，但罪不致死。就在此时，后赵的私生女若水出现了。若水揭发的罪行更加骇人听闻。原来陈渊所谓的囚犯，都是后赵私自抓来的无辜仙灵。另外炼制药水污染了村庄，导致很多村民毒发身亡。如果若水所说是真，那后赵可就罪孽深重，难逃一死。这时韩风君却提出，如果只有若水一人指证，恐怕证据还不充足。这时候若水却指向正在吃瓜的明义，说明义父母是采药仙子，他们的死状可以证明自己所说非虚。明义这才明白，
季博仔为什么一定要带自己来遴选？原来是让自己当这个证人。季博仔是在利用自己，当然后赵自首，弱水揭发也是季博仔安排的。只能说季博仔的心机实在是太深了。有了名义的作证，后赵的罪行确凿无疑。但是季博仔却提出，仅凭一人无法完成，一定还有人指使。天机公主也开始逼问后赵，眼看后赵就要招供，关键时刻，吉星神君却昏厥过去，众人顿时手忙脚乱。韩风君乘势代替神君，判决了后赵，处以天雷极刑，泯灭其元神，使其魂散六境。沉冤那些无辜的人也得以被释放。此案也暂告一段落。经过此事，公主却发现自己父亲的病情是被人控制，而韩风君草草结案，似乎是在极力隐瞒着什么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疑问越来越多：明义是否能找到黄良梦？还有，明义发现给自己下毒的人似乎不是季博仔，那么给明义下毒的人究竟是谁？后续两人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？入青云的剧情越来越抓人，也越来越好看了。演员阵容：侯明昊、卢玉晓、于承恩、全一伦等多位实力派坐镇，阵容雄厚。一部剧要好看，除了剧情方面要足够吸引人，演员演技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。这部剧在演员方面采用青年演员和老戏骨搭配的方式，看点满满。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位。第一位，侯明昊。凭借《大梦归离》爆火出圈的侯明昊，他在剧中饰演腹黑又狠辣的男主季博仔。《大梦归离》这个人物表面放荡不羁，却心怀正义，内心善良。明明对女主动了心，却不肯承认，觉得自己只是单纯的利用，是在交易。第二位，卢玉晓。凭借《云之羽》上官前小巷人家李家出圈的卢玉晓，他在剧中饰演女一号明义，这个人物十分有看点。一方面，他是瑶光山战神明线，连胜6年无败绩，为百姓所敬重，被父王母后器重；另一方面，他是心思玲珑、狡黠聪慧的美丽仙子明义，用自己的头脑智慧与腹黑深沉的季博仔周旋。第三位，贺楠。凭借小舍的张雪儿浮屠缘被观众熟知的贺楠，她在剧中饰演天机公主，外表美丽，内心善良，却因身份特殊卷进了权力争斗。贺楠对这个人物的演绎十分到位，尤其是遴选大会上看到父亲被控制，但却无可奈何的委屈和隐忍，眼泪在眼眶打转，却强忍着不流下来，让人心疼。第三位，于承恩，就是星汉灿烂楼瑶巢雪路燕离，他在剧中饰演吉星渊新任司判司徒领，外表看似木讷柔和，却颇有城府，让人有些看不透。有一个细节令七七印象深刻，从小就一直将明县太子视为偶像和榜样，当得知明县太子竟然是女儿身，那种惊喜的心情，于承恩的表演相当传神。第四位，全一伦。凭借九重紫乌扇被更多观众熟知的全一伦，他在剧中饰演严孝，还有许多人的童年男神，饰演水月洞天铜箔的余波。他在剧中饰演瑶光山帝君明正辉，也就是女主的父亲。两大亮点让这部剧成为本年度又一部古装剧黑马。这几年仙侠剧不少，但是能成为大爆款的不多。这部入青云开播就成爆款，主要基于以下两大原因。第一个是剧情设计新颖。这几年仙侠剧不少，但是能成为大爆款的不多。这部入青云开播就成爆款，主要基于以下两大原因。入青云最大的亮点，剧情设计新颖独特，不落套路，十分抓人。古偶加玄幻本来就很有吸引力，
而入青云人物和剧情设定更加新颖抓人。男主身为囚犯，没有灵脉，却突然间长出灵脉，并且成为最强斗者，一时间众星捧月，风光无限。女主出身皇族，少年天才，成为一代战神，却一招战败，灵脉尽断，功力全失，一时间众叛亲离。一个从地下到天上，从天上到地下，男女主两种反差的出场设定就充满吸引力。因为传说中的黄粱梦，两人的命运纠葛在一起，两人为了各自的目标，开始了貌合神离、虚情假意的相处。在两人的极限拉扯中，随着两人的相互理解，两人关系也慢慢的发生着变化，最终两人一起战斗，携手改变命运。整个剧情设计新颖，新意十足，值得一看。第二个是场景、画面、特效美出天际。古偶玄幻剧好不好看，除了核心剧情，作为一部玄幻剧，画面特效无疑是最为关键的。可以说入青云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，可见剧组是下了功夫的。开局男女主打斗那场戏，动作场面精彩高燃，特效炫酷。另外本剧的空间、场景、特效都非常出色，很多画面几乎可以直接做桌面，很多细节都非常考究，做到了极致，让人完全沉浸在一种唯美玄幻的审美体验之中。新颖的剧情，青年演员搭配老戏骨的经典组合，这部入青云能够开播即爆款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